洪亮，哥错了，犯错误了。作为一个公职人员，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。我确实错了，违规。我也不瞒你，我想去趟香港，给孩子上个保险。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，他不会批我。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。哎呀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，我真的谢谢你呢。如果要不是你拦着，我就是错上加错呀，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。不用谢，咱俩扯平了。嗨，我相信孙局，你一定也明白，说我们今天请你来，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3本护照，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。前2天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哎，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，啊，他指认你了。他呢，你应该很熟悉，是你的老部下，他叫江红军。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他咬我了，是吧？这么说吧，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，你们也不会抓他。如果他不咬我，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。但是，我想问你啊，洪亮，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？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。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，啊，非常好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，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，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，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。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，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，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。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，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。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。那就是说，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。那当时非常认可的。那你分析哈，因为你熟悉他嘛，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，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？我坐的这个位置，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。那是，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？我这么跟你讲吧，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，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，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。说真心话，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，和什么圈子打交道，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。听明白了，就是说其实你们俩，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你们俩当时啊，上下级一场也好，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，那他怎么还会说，坐到这儿，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？这个，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怎么讲？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，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江湖，我想再锻炼锻炼他。当然了，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啊！你是人民的公仆啊，你是一个执法者呀，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，他对我产生了怨恨，他甚至还会说，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，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，我非常痛心。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，我都不予回答，因为都是诬告。儿子，问你个问题。假如
你班上你特别好的几个朋友，偷偷的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，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。当然，这事儿你没参与啊，但是呢，给你画了一个范围，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，你也因此拿了高分。那事后你知道了，你会告诉老师吗？那肯定告老师啊，这得告老师。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？那我又没看那卷子，我又没干别的坏事，那肯定告老师。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？我这是为了他们好，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？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，老师也知道。你要是说了，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？那我要不说，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，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？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为什么来的，知道吗？就在这个会议室，就是我们这些人3年来，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，为了万海案，这才刚判，省里就来人了。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，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。每次开会问你们啊，都说没问题，那没问题，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？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？还有什么问题？那诸位，你们谁能告诉我？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，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。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。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，敞开心扉，同时安排好本单位、本系统的配合工作。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？报告蓝书记，已经带走3天了。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临时主持工作。3天了，那应该被砸实了。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，你本人要亲自阅卷，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，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，我要看。好，要快。我知道。你们2家也一样啊，院领导要亲自阅卷，找出问题点报给我，咱们要做好内功，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，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。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，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。最后我再说一句，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，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。各位啊，这次宣通量比较大，咱们时间也忍不住，抓紧开始吧。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，万海所涉及的2项重要指控——强迫交易罪、故意伤害罪，均已推翻。基本已经确认，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，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，还在调查。您看，小水，小水，我们就是要约谈、问询，什么人呢？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。公安局许元武，法院温琴，检察院李仁俊。对于职务犯罪，
我们一定彻底清查。严书记，根据您的指示，指导组已经撤回来了。我不是抱怨啊，就是有点担心，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，就怕他们有情绪。另外，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。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。你想深入查，就有人来说情。你说为什么？够强硬，关系网够密实。我们撤回来，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、扎军篱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，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，看看他们的路数。我喜欢打羽毛球，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，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4个角，充分地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忙，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，找准机会，一拍打死他。这个战术好。中这么要求，办案子既要拔钉子，又要打散破网。只有把讲关系、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，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。回去啊，跟同志们好好说说，眼光要长远一些，目标要放大一些。下次打就练果断。明白。今日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。此前，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金当庭喊冤。经过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，最终认定张文金不构成犯罪。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，张文金被无罪释放。这一重大反转，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、认真、负责的司法态度，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对法律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。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；犯强迫交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；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。数罪并罚，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。李姐您好，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，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。您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？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、群众关注高、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。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，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，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，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。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我想请问，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运行法律监督职能，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，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。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，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，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，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们律所啊已经是满额状态了，没有办法再招人了。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个跟我这么说的了，我就是好奇啊，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？张律师啊，您是著名的律师，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？周老师，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，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，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，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们的压力很大呀。但是他是他，我是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。这道理我完全清楚，可是家长不清楚啊。校长，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，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1。周老师，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，尽了多少力，我是一清二楚。但是我作为校长，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。这一点，也请您能够谅解。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，特别是私立学校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会帮你推荐。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，为了他的身心健康，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，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。主任，您看，这条就是地铁2号线，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，预计明年就能开通。各位领导，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，大都西山、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，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。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，今天看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主任，您真的是过奖，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，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。我们的发展潜力啊，还是挺大的。我有个提议啊，各位领导，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，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，咱们边吃边聊，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。这边请，来，这边请，领导请，请。刘晨，据我了解啊，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啊。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。既然陈总也知道，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？这是。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，那可是高新技术，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，大势所趋啊。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，所以啊，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。恰巧，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，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？有兴趣啊，我当然感兴趣啊！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，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。陈总，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啊，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，您先考虑。对，不着急，这可以慢慢聊。刘主任，我上次听子健一清说，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？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，早卖完了呀！确实太好了。
那儿有座移动样板间呢，在打折呢，有时间来看看。445310，到，家属探监。445310，报告。10号窗口。是。爸，给你买了很多东西，给管教了，钱我存够了，缺啥跟我说。你把那墨镜摘下来。墨镜怎么把话摘了？还行。这眼睛也没戳瞎呀，没破相。你命大，儿子，爸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本事，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。嘿，小乖乖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，好呢，哦呀，哎呀，老师。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，怎么回事？情况急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动不动就打打杀杀，那成什么了？那不成黑社会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老师，我给您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。保证？怎么保证啊？嗯？3年前，你们就跟我说，要让我放心。小龙啊，你们就这个样子，让我怎么放心呢？想没想过，事情闹大了，盖不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那小子呢？
不敢来呗。你敢啊？哼，老师，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，但它过去了。我给您发个誓，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。行吧？老师，我今儿来呢，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。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？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，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。谁找你？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。说说吧，外边啥情况？哥，外面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王玉要走了，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。你进去这2年吧，这矿基本上就停着，没活呢。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，这别的都无所谓，都好说。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，他1个礼拜得找我8次。夸张了，没那么严重。爸，外面挺好。你让你叔把话说完。哥，别的我都没事儿，关键是吧，咱从银行借那3个亿那个利息，我这真扛不动了，叔，压力太大了。哥，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？爸，那利息有办法，我把车卖了，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，咱把矿石卖啥？你让你叔把话说完。说，哥，这么大个事儿吧，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。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，外边都知道，咱也瞒不住。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。谁让你说光了？你让我说完干嘛？注意情绪，万海。你让我说完嘛。哥，我寻思着吧，咱与其这么耗着，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，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围。要不然咱真输的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。哥，爸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。这个矿里面有铜液，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。爸，我说说我的想法。儿子，当初让你走，你回来干啥？行，我不说这些。你年轻气盛，有冲劲儿，但别学我。来，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在外边，你得听你叔的。你给我拿起来。听你爸的，好听你爸说。这是我亲兄弟，你亲叔叔。人生起伏，平安才是福。当年我跟你叔，那就是挖矿的工人，虽然也吃点苦，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。现在。该舍的咱也得舍，什么娱乐城啊、货运站呐，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你，儿子，你得平平安安的。那矿山，该拍就拍呗，是在银行法拍也好，还是有人买也好，能卖个好价钱更好。咱不给银行添麻烦，也别给政府添麻烦。原来家里条件好，你没吃过什么亏，也没遭过什么罪，我也没怎么管过你。我就寻思着，你简简单单的，顺其自然，想干点啥就干点啥，挺好的。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，我没同意。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。现在呢，是我欠考虑了。咱们万家败了，咱们得输得起。换个地方，换个活法，
能走多远走多远，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，不回来了。你记住你爹说的话，我将来出去了，等着你养老送终呢。你记着没啊？老师，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，觉得这事儿他特别的靠谱的。您不让我圈地吗？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。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，啊，这叫产业链。我觉得只要干好了，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。这次，哎，小荣啊，我这园子造几年了？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6、7年。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？打地基那会儿，我记得3年前吧。花园几年了？那时间长了。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，您不是一直在弄吗？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。是啊。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，真正把它弄好了，还是很难的。就这个季节，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？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，你这得先挑土、施肥、翻晒，这就要养好几年。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，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。干什么事情，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。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，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。4年前，我问过你，能不能搬到望海？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老师啊，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，以后啊，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，喝喝茶。我和小荣呢，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。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呐。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？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，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。要想回东平去，除非让他下地狱，干就完了。我来。万海这一进去，我就托人在矿上给他封了。他现在欠银行3个亿，等他还不上贷款，被银行起诉，法锤子一落，这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所以呀，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，耐心等待，啊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？这么大个事儿啊，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？跟你说一声，知道的越多，这顾虑也就越多呀。我怕你束手束脚，反而啥都干不成了。小龙啊，打主意，这是我的事儿。等把事情办成了，大家都有好处，是不是？老师老了，很多事情啊，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。你这也难得来一趟，正好
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，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，陪我喝点。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，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，实属是班门弄斧。但是，我还是想借此机会，关起门来，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，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。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2名检察官，都先后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问题。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、同事。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，事实一天不清楚，证据一天不确凿，万海案就不能起诉。另一位是我从第1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。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，他证明不了什么。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，依然可以起诉。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，是战友。我们彼此信任、了解，可就是一念之差，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。我心里有过愤怒，有过惭愧，我更有过不解，有过痛心。但是，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，随着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，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、更严格的要求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，不但是要保证侦查、审判、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，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，从严管理好队伍。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，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？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？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，一定筑牢思想防线，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，举一反三，亡羊补牢，建设一支忠诚、干净、有担当的检察铁军。请0024到01号窗口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钟梅来了。在12309呢，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？请0025到03号窗口。请0026到04号窗口。跟我走吧，我在监转委。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
兢兢业业，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，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？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谁能给我一个真相？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，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，承认老乔受贿，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，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。周彪现在人在哪儿？可不可以出来作证？他现在也不敢承认，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。周梅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，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。我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。但这需要时间，再等等。需要多久？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。老乔2月26号没的，到现在多长时间了？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。洪亮，老乔的死，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，是不是？说话呀！所以呀，那天你和郑亚萍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，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2次尸检，可结果呢？现在呢？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干他干什么？你干我！那天，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，我发现山也青了，树也绿了，冰也化了，雪也没了。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？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在整个东平，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这么个人？你要说没人记得，那他还有影响，就是他们认为我们2个就是贪官的家属，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。现在我工作也没了，孩子连学都上不了，我就想着，我来省里，我好不容易，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。你呢？你说需要时间，
你说让我等，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还要等多久啊？洪亮，经党组研究，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。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，业务能力很强，有担当，就是脾气有些急。移交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多些耐心。另外，你得劝劝张怀恩，他也想调职去一部。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，看看你带的好头。忙什么呀？安抚安抚他。曹嘛，我手拿把掐，分分钟安抚到位。什么小曹？小张张怀恩，小曹是要移交工作，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，安抚他留下来。对。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，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。多长时间？什么多长时间？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，多长时间？哦，50场。回头我帮你问问。这回啥头啊？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？上次您跟我说的，说只要出结果，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等等，等啥时候？再等等，再等等是啥时候？我哪知道啊！等等，我告诉你了。不是你等来等去，我衣服多了个屁的！你冲我嚷什么？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！出去！万总，刘主任在等您了。找你来啊，是有一个好消息。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，愿意接手你们万川矿业，帮你们解困。不是主任，您啥意思啊？坐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，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。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，帮你们承担负债，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啊。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，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，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？主任，您说这道理吧，我都懂，您说的都对，但关键问题啊，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，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。万朝是法人代表，他根本就不能同意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还是拜托您费费心，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。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。你想想啊，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，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，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，让银行给你们贷款。主任，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？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，你情我愿的嘛，对不对？谁让你哥是黑呢？现在人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，连个影都没有。我希望啊，你们能够面对现实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被拖垮。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，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。有他在吧，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如果把它卖了，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。您再帮帮我们吧。我这就是在帮你们。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，
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。他们如果愿意接盘，对我们各方都有利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，你想啊，要是再拖下去，银行负债率更高，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，这价格就更不好谈了。李姐、刘主任，欢迎，里边请。这，刘主任，这超标了吧？这不是为你庆祝吗？而且我的显示处对你的重视，我的李大检察官。二位慢点。啊，不对，是李大检察长。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。今儿也没外人啊，也算是家宴。李姐、刘主任，里边请。李姐、刘主任，晚上好。怎么都知道啊？你这万海案办的，东平谁不认识你呀？李姐、刘主任，晚上好。刘行，您的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来了。哎呦，李显来了。哎呀，李姐，我们的大寿星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就等你了。我的面子大了。来吧。区区也来了，就等你了。温警长，来吧来吧。李姐，别嫌弃啊，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，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，就不请自来了。那既然来了，大家都坐吧。任俊，你坐这儿吧。哎，快坐快坐，赶紧都坐都坐。刘主任，我有个申请啊，我今天可以说2句吗？您必须得说呀。行了，借着你这顿饭，我要敬大家一杯。本来呢，我和柳云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，正好呢，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，放松一下。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柳云你鼓动的吧？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。你们既然来了，我只能欢迎你们来，饭还是要管的。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，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。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。专案虽然拿下来了，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，啊！来，大家一起。书记说的对呀。对对对，来，能不能严肃点？好，我是很真诚的啊。来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来，哎呀，都坐都坐。来，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。还有敬酒客吧？哎呀，都是真心话。蓝书记，就是没有您的支持，没有我们的今天。纲举目张。您指定的方向，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。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，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，我要敬你。谢谢。我也敬蓝书记一杯。蓝书记，你坐下。好，你坐下。蓝书记，实话跟您说，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，我也犹豫过，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。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。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。我干了。来，谢谢。哎呀，那个蓝书记啊，我也得敬您一杯酒。你这坐下说吧，这坐下。不好，蓝书记啊，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这个身体啊。老拖后腿，我也着急，我尽快的调整，尽快的调养过来啊，争取像李检、温厅长一样，多做一些工作。蓝书记啊，我先干为敬。
我先检讨一下。那个，我知道，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，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。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。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，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。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，于是我就让孙菊去查了查，他果然是有问题，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，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冤。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。我这么多年了，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。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，我就是这个瑕疵。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辜负了你的厚爱，对不起。还有那个李姐，我想这杯酒敬您。我能力有限，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，敬您。哎呦，行，老谢，你也是顾全大局，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，是吧，李姐？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？再说，鸿飞，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，没毛病。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，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，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，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。行了，这篇就翻过去了，我们也就不再提了。谢谢领导。李姐，小顺，坐。谢，你这个心里我们都明白，你也别太难过啊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怎么样？去了5家律所，都被拒了。别急，再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干点别的。干点别的？我能干嘛呀？考个公务员、检察官、法官，人家要我吗？我是一个刑辩律师，政法大学科班毕业，他们要干嘛呀？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，就把我扮成黑社会，把我关起来；需要我清白的时候，就告诉我清白，把我放出来。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？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。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？你要不接呢？你现在能够平安出来了，就足够了。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？他们在颠倒黑白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我可能不管吗？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啊？